一艘艘小船用牵引绳拉着一座座房屋前进，一群水上的村民正在搬迁。他们是一群逐水而生的渔民。这里是位于柬埔寨的洞里萨湖上，渔民把房子修建在湖面上，每年随着潮水的涨落不断迁徙。在旱季到来，湖水退去时，他们便向着湖心移动，追逐鱼群而生。45岁的尹耿丽有着7个孩子，5个女儿2个儿子。在洞里萨湖，一个渔民家庭有10来个孩子都是常态。对他们来说，生的孩子越多，家里的劳动力就越多，收入也会相对更高。所以这里渔民们的时间除了捕鱼外，就是用来造人。到了每年的6到10月的雨季，水位上涨，他们又会迁移回岸边。一年中这样的搬家要上演6、7次。所以洞里萨湖的渔民又是世界上搬家最勤的人。搬家的地点由水位的深浅决定，渔民们一般挑选距离湖岸不是太远的水域，距岸边1、2公里、水深1、2米，就是上家的驻扎地点。上千户的渔民家庭彼此相连，组成了巨大的水上村寨，祖祖辈辈过着打鱼为生的生活。不要问这里的孩子上学怎么办，在这里打鱼就是唯一的出路。洞里萨湖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大的湖泊，这里鱼量丰富，被誉为柬埔寨大地上的活黄金。清晨天刚蒙蒙亮，渔民们便陆续出湖捕鱼。早上5点是捕鱼的最佳时机，他们一般会到距离渔村2、3公里的水域进行捕捞。大女儿支腊是尹耿丽的捕鱼参谋，下网的地点都由她来决定。在一望无际的湖面，下网的地点决定了整个家庭今天的收入。到达地点后，他们把拖网下到水里。这种传统的拖网捕捞效率极低，下网收网就需要2个小时，但这已经是洞里萨湖渔民最高效的捕鱼方式。第一网下去，渔获喜人，一家人聚集一起清点。在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，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捕鱼方式。越南的人力钓网，柬埔寨的大型竹篓，缅甸的神奇地笼，老挝的抛网。渔民们靠着智慧，从大自然获取馈赠。尹耿丽一家回到岸边交易市场，和前来收购的商贩进行心理博弈。今天收获55公斤鱼，一共卖了67500瑞尔，折合人民币116元，收获丰厚。渔民一家都很快乐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人们打鱼的工具发生着变化。曾经是鱼叉、木船，现在有大型拖网船，需求量越来越大。但洞里萨湖的鱼类数量却没有变得更多。快乐的时光如此短暂，很快渔民们就要快乐不起来了。湖上打鱼的渔民，许多时候午餐都是在船上解决，然后继续干活。母亲尹耿丽叮嘱孩子们吃完饭要用心干活，但一天下来，他们都没有打到鱼。以前在离家不远处就可以捕到鱼，鱼少了就换地方。现在他们走得越来越远，常常是一天忙碌下来，却毫无收获。抖完渔网，只有一堆无用的螺壳和小虾米几条，大家情绪都很低落。没有鱼，就意味着没有食物和收入来源，早出晚归，连油钱都挣不回来。一家人像是打了败仗的士兵，士气低落。儿子提议出去找工作，但祖祖辈辈生活在水上，除了打鱼，他们什么都不会。父亲安慰大家，今天打不到，明天再继续。他们不知道打不到鱼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，只能归咎于自己不够努力。在禁渔期到来前，他们只能继续进行徒劳的尝试。遇到困难时，尹耿丽会找自己的姐夫兼村长拿主意，但向来有主见的姐夫也犯了难，他们也打不到鱼。以前从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，今年气候变化太大，相比往年鱼量骤减。姐夫建议他们家多找些其他谋生路，没有2、3种兼职，很难维持生计，比如织网、养殖、摆渡等等。按照往年情况，应该早已经进入雨季，但今年洞里萨湖却一直没有降雨。渔民们在湖上生活了一辈子，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北风不停，水位骤降，整个渔村都被搁置在泥泞的淤泥上，就连渔船也没法出去，更别提打鱼了。渔民们看着这样的天气不停抱怨。尹耿丽16岁的4女儿卡南梦想是到岸上读书，但对渔民家庭情况来说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他们只能从电视里去了解外面的世界。陆地的生活看起来是如此的光鲜亮丽。大雨终于降临，渔船可以出去了。尹耿丽一家欣喜不已，只要有了水，一切就有了希望。水位上涨，小孩子们都拿着大铁锅在水面上玩耍，渔民们又可以出湖捕鱼了。他们要在禁捕期到来前多攒一些积蓄，但连日来的空手而归，孩子们士气低迷，没有动力。尹耿丽率先跃入浑浊的水中放置渔网，在母亲连吼带叫的鼓动下，他们把渔网收上来，却还是只有寥寥无几的空螺壳。回到家，尹耿丽流下了泪水，她努力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的坚强彻底被击碎。强降雨季正式到来，湖面开始出现风浪，他们要开始搬家了。洞里萨湖将变成一片汪洋大海，渔村向着更安全的岸边迁移。随着风浪越来越大，最终他们还得搬迁到岸上的高地躲避。
直到来年1月份的捕捞季到来，才会再次回到湖里。在雨季无法捕鱼的时候，银耿利家的孩子们就会划着小船卖些小商品，偶尔捕一些小鱼小虾来勉强度日。虽然今年捕鱼季没有太多积蓄，但是一家人乐观和睦地生活在一起。他们同舟共济，为下一个捕捞季做好准备。洞里萨湖的风浪越来越大，渔民们开始向岸上迁徙，继续待在湖面上有可能随时会翻船。这时，一场大迁徙活动又在上演着。